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倚天屠龙记》合称为射雕三部曲。射雕三部曲从南宋写到了元朝末年，不管是时间跨度之广，出场人物之多，都是金书之最。不过一些武侠迷们还是发现了射雕三部曲的遗憾之处，那就是《神雕侠侣》缺少一部后续之作。你或许会说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不就是《神雕侠侣》的续集吗？尽管金庸将《倚天屠龙记》标榜为《神雕侠侣》的后续之作，但细看过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朋友会知道，严格上来说，《倚天屠龙记》并不是《神雕侠侣》的续集，只因金庸出于某种原因跳过了100年的时间。金庸为何不续写《神雕侠侣》？一、神雕时代。《神雕侠侣》的男女主角分别是杨过和小龙女，喜爱创新的金庸一改笔锋，塑造了和郭靖、黄蓉大相径庭的主角形象。的确，相比于郭靖的憨厚，杨过可是狡黠又机智；相对于黄蓉的古灵精怪，小龙女则是冰清玉洁。而整部《神雕侠侣》围绕着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作为主线，又穿插了江湖恩怨和家国大义，使得这一部武侠巨作更加荡气回肠，扣人心弦。在神雕的末尾，杨过苦等了16年之久，终于在崖底找到了小龙女。随后，杨过在襄阳城大战中使出黯然销魂掌，击败了金轮法王。在救出郭襄之后，杨过又甩出3粒飞石，击毙了大汉蒙哥，替襄阳城解了燃眉之急。随着杨过带着小龙女缓缓走下华山，这一部扣人心弦的《神雕侠侣》就此落下了剧中的帷幕。但读者们依旧很想知道，杨过带着小龙女去了哪里？为何郭襄侵入古墓都找不到杨过的踪迹？杨过走后，郭靖、黄蓉夫妇如何镇守襄阳城？杨过找到了小龙女，郭襄怎么办？他会不会找一个如意郎君度过余生？带着这些疑问，很多读者都迫不及待地翻开了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希望能从这一部作品里找到答案。二、后世江湖。翻开《倚天屠龙记》，我们会看到金庸以19岁的郭襄作为第一视角，讲述他如何追寻杨过，如何走上少室山，如何邂逅何足道和张君宝的精彩故事。但随着绝远大师气绝而亡，金庸就将郭襄匆匆写死。此时的读者回过头来才发现，金庸只是借着郭襄为张无忌日后修炼的九阳真经做足了铺垫而已。因此，就算我们翻遍了全篇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也找不到郭靖、黄蓉战死襄阳城的原因，也找不到杨过、小龙女去了何处隐居。倘若金庸能续写《神雕侠侣》，详细讲述郭靖、黄蓉与杨过、小龙女的后续故事，以金庸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以妙笔生花的文采，相信这一部《神雕侠侣2》必能大放异彩，与《倚天屠龙记》等著作合称为射雕4部曲。遗憾的是，金庸在写完《鹿鼎记》就匆匆封笔，这一部《神雕侠侣2》就此成了千古绝唱。其实，金庸之所以不续写《神雕侠侣》是有迹可循的，看一看黄蓉的外孙叫什么名字就懂了。3. 黄蓉的外孙。众所周知，金庸对于人物角色的名字颇为讲究，他以靖康之耻创出了郭靖、杨康这一中一奸2个人物角色。随着杨康命丧铁枪庙，金庸又借着黄蓉给杨康之子取了一个名字，默念词道：蓉妹妹，请你照着郭大哥说的意思，给孩子取个名儿。黄蓉道：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杨过，自改之，你说好不好？到了神雕时代，金庸将郭靖的大女儿取名为郭芙，其中的芙能与黄蓉的蓉合称为芙蓉，不仅代表了2人的母子关系，又暗示了郭芙和黄蓉犹如出水芙蓉一般美丽。郭襄的襄代表郭襄的出生地，郭破虏的破虏则寄托了郭靖、黄蓉的期望，而郭芙、郭襄、郭破虏的名字合起来念，还能组成福襄破虏的同音词，着实巧妙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连载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还出现了黄蓉外孙的名字，他就是耶律齐和郭芙之子。书中是这么写的：于连州见他背上附了6只布带，心想
这是丐帮中的6代弟子，地位已算不低，如何竟干出这种卑污行径来？何况丐帮素来行事仁义，他们帮主耶律渊如又和大师哥宋远桥是极好的朋友，这事可真奇了。这位丐帮帮主和耶律齐一样，都是复姓耶律，加之他又是丐帮帮主，这样的暗示够明显了。即耶律齐和郭福生下一子唤作耶律渊如，他后来子承父业，出任了丐帮帮主之位。耶律渊如的名字又有何深意？注意看，渊如的发音同元入一致，而元代表蒙古人，入代表侵入，等于说郭靖黄蓉死后，蒙古人攻入了襄阳城，打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蒙古兵马顺着襄阳城源源不绝地侵入了中原。原来忽必烈率领铁骑踏平襄阳城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。金庸的武侠著作虽然是虚构的小说，但终究不敢改变历史。如果非要续写《神雕侠侣》，郭靖黄蓉命丧襄阳城的详细剧情，恐怕会引起读者的不适。加之蒙古人攻入襄阳城之后胡作非为，烧杀掳掠，没过几年，中原也落到了蒙古鞑子的手里，平民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郭靖被杀，杨过消失，试问这样的后续之作该如何表达金庸一贯宣扬的家国大义？金庸只能避之不谈，让这一段华夏民族的屈辱岁月就此一笔带过。